5名探险者在山中探险，突然山体滑坡，被困在了山洞里面。他们用无线电和外界取得联系，可是荒山野岭，救援队需要10多天才能到达，食物已经被吃光了。再这样下去啊，大家都得饿死。这个时候，5人中的小薇说啊，与其活活等死，要不我们5个人啊，随机抽签，抽出一位牺牲者，献祭自己的身体给另外4个人吃，性命攸关啊！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提议。在抽签之前啊，小薇突然反悔了，但另外4个人执意要抽，于是呢，小薇只能硬着头皮抽签。结果小薇不幸抽到了那张牺牲卡片，她被另外4个人吃掉了。而4个人呢，靠着小薇的血和肉撑过了10多天，得救了。那问题来了，这4个人构成犯罪吗？能否判处他们极刑呢？A 法官认为，抽签是小薇提出的，虽然他在抽签前反悔了，但少数服从多数，整个过程公平民主，所以无罪。B 法官认为，公平民主并不是杀人的理由，民主有的时候也是非正义的，比如苏格拉底就是死于民主的暴政，所以呢，这4个幸存者有罪。C 法官认为，幸存者在洞穴当中与世隔绝，身处绝境，不能单纯用现实法律去判定，洞穴里更像是一个蛮荒世界，可以适当的放宽法律的约束，所以他们无罪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营救洞穴里被困的探险家，已经牺牲了10位营救人员，所以 D 法官认为，如果把4位幸存者判以极刑，那么牺牲的10位营救人员就毫无价值，让幸存者活下去才是对营救者的尊重，所以呢，不该判处极刑。E 法官说，虽然身处绝境，但根本就不需要投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5个人当中必定会有人因为虚脱先倒下，此时再去吃它会更合情合理，更符合自然规律。而你们选择投票，强行随机的杀死了一个人，所以有罪。F 法官说啊，投票才是更好的选择。谁能保证一定有人先虚脱倒下呢？很有可能啊，是5个人相继虚脱死去，牺牲1个人换来4个人的生命是合理的，所以他们无罪。G 法官说，生命是无价的，不能做对比，4条命并不比1条命更珍贵，所以幸存者有罪。H 法官说，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是我们自己困在了洞穴当中，也会做出投票随机吃人肉的决定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所以我认为他们无罪。I 法官说，投票的结果虽然造成了死亡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并非杀人，而是为了存活，而且每个投票人自己也有可能被抽中死亡卡片啊，程序公平合理，所以不能判处极刑。就这样，法官们争论的不可开交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那如果你是法官，你会怎么判呢？这就是史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——洞穴奇案。洞穴奇案一直高居各大顶级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。这个案件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，而没有标准答案也是洞穴奇案的魅力所在。因为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一次思维和认知的升级。它不仅是一本法哲学的科普书，更是一本法治、民主、理性思辨的入门之书。不要做非黑即白的2极管，做一个混沌时代的清醒思想者。洞穴奇案值得每个人阅读。